九寨沟，神的后花园。你可能来过九寨沟，但你大概没有从空中俯瞰过九寨沟。2017年，九寨沟发生大地震，那么8年后的九寨沟究竟是在延续破碎，还是在破茧重生？它真的不如从前了吗？这是阿树游九寨沟的下集影片，我和大家从空中俯瞰8年前的人间仙境，看见一场属于大自然的奇迹重生。眼前是被誉为世界最美10大湖泊之一的五花海，在五花海附近，我们能看到沉在湖底的倒木没有腐烂，这是因为水底氧浓度较低，温度呢也较低，不适宜大量微生物生长，再加上水底呢倒木表面钙化的隔离，所以呢即便存在少量的微生物，也不易侵蚀倒木使其腐烂。可以说九寨沟的美景离不开钙化，没有钙化就没有今天的五彩斑斓的九寨沟。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钙化呢，可以看上集影片，在上集影片中有详细的介绍。九寨沟，我最早知道这3个字大概是从中学的地理课本上，起初以为这是一条小河的名字，后来才了解到是这个阿坝州九寨沟山谷中散落的9个藏族村寨。沟呢即狭长的山谷，这9个村寨世代生活在湖泊之间，因此得名九寨沟。它们包括树镇寨、荷叶寨、折茶洼寨等等。这9个寨子依山傍水，分布在沟内3条 Y 字形分布的主沟周围，即树镇沟、日折沟、折茶洼沟，总长度约60公里。那么这3条主沟呢，就构成了今天九寨沟的主要景点分布带，其间分布着寨子、海子、湖泊、钙化滩地等，形成了山中有沟，沟中有寨，寨中有海的格局。阿坝州九寨沟不仅有自然景观，更是藏族文化的延伸之地，居民多属于嘉荣藏族，这里就不展开介绍。有嘉荣藏族信奉藏传佛教，他们称九寨沟为神的后花园，认为湖泊是神灵的眼泪。在上集影片呢，我们游览了上述提到的3条主沟的日折沟和折茶洼沟，那么今天我们游览最后一条沟树镇沟。不知道咱们的沟呢是怎么分布的，像我都跟大家讲了哈，先去咱们的折茶洼，然后呢去。眼前的五花海和上集介绍的九寨沟最大的海子长海，都属于冰川堰塞湖。所谓的冰川堰塞湖，指的是由冰川堵塞河谷或山谷而形成的湖泊。五花海的海拔呢有2462米，长450米，宽313米，深9米。五花海，九寨沟的精华中的精华，被称为是世界10大最美的湖泊之一。五花海是九寨沟色彩最丰富的海子，湖底的钙化、藻类、水草、枯树，在对光的不同反射跟折射下，加上蓝天白云、绿草翠林在湖中的倒影，构成了鹅黄、翠绿、墨绿、天蓝、深蓝、藏青等色调交织混染的湖水，仿佛无数块宝石镶嵌成的巨型配饰，五彩斑斓。从高空俯瞰，俨然孔雀开屏。对，向着湖面搭一下就行了。对，回头看我。对，头往这边倒。
很像是上帝的调色盘，各种颜色藻类。下面的那个钙化已经成那个蓝白色的一个这个湖底了哈。就像是海底的珊瑚感觉。地震造成的芦苇海附近山体崩塌滑坡，九寨沟的石灰岩孔隙较多，岩层脆弱，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导致山体崩塌滑坡。我在九寨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地震。看过上集影片的朋友知道，我住在景区附近的一间青年旅社。今早约清晨的5点钟，我感到青旅的床在摇晃，并听到临床的游客起床出门。我起初以为晃动是因为青旅的床位是连体的，那么刚才感受到的晃动就是因为临床的游客起床而导致的。我迷迷糊糊又睡了约1个小时，那名临床的游客从外面回来了，寒暄了2句，他说刚才地震，你感觉到了吗？他把手机上的新闻报道抽进给我看，发生了4级多的地震。后来在景区也听到路上的藏族导游用一种稀松平常的语气说昨晚地震了，听上去就好像九寨沟的居民对于地震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不由让我想到，九寨沟呢是位于青藏高原东边跟四川盆地的交界带，也是地球上最活跃的构造带之一。因为青藏高原持续的受到印度板块跟欧亚板块的挤压。后来查了一些资料，也了解到九寨沟地处松潘甘孜地震带的北段，是中国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上集影片播出后，有观众留言说地震后的九寨沟没有以前那么的美了，包括我在互联网上呢也听到有这样的说法。我没有经历过地震前的九寨沟，也难以想象当时美的程度究竟有多惊人。我查的资料是这样说的，地震与其说是对九寨沟的一个损毁，不如说是进行了一次生态重塑。虽然地震后大量的湖水泄出，形成了新的河道，原先明镜般的湖面消失了，但是震后几年呢，部分的湖泊通过天然的补给重新蓄水。在地震以前，九寨沟以人间仙境水中之花闻名于世。那些海蓝色的湖泊、层叠瀑布、钙化台阶几乎是超现实的存在。地震虽然打破了这些梦境般的秩序，但是更带来了原生态的出力感，可能实际情况并没有资料描述的这么的乐观。也欢迎游览过地震前的观众朋友呢，留言告诉我地震前的九寨沟是怎样的美景。
请抓紧时间，各位游客抓紧游览。景区6点闭园，下面的景点还多。你看，我们才游了一半的景点吧。五花海，接下来珍珠汤瀑布、静海、情人汤、犀牛海、树正瀑布、火花海、芦苇海、盆景滩。珍珠汤，花脸的小熊猫，蓝脸金猴，传说中的石铁兽。我们先看珍珠汤瀑布，哇，我的天啊，这感觉真的很像珍珠啊！这个水珠就是雪白雪白的。看这个瀑布，它是很宽的，这一面都是。哇，真的美啊，这地方。这么往前走200-300米，都是这样的一个缓缓流下的瀑布，珍珠汤。四周是崇山峻岭。红色的果实。你看这树在青色跟黄色之间啊，再过10天的话就变得金黄了，到时候这片森林又是另外一种风采。金秋10月，来，绿色的一个河床，特别绿。这个木栈桥啊，跨在水上大概有200米，这200米都是这样的一个滔滔的小河流。闽江冷杉，它的树干好粗大呀，2个人才围得起来。哇，这瀑布还挺大的。你看，显得下面那个木栈桥那么小啊！哇，这地方的话，既有那种雄浑天成的壮丽，又有那种幽深的秀美。
这个河谷还挺深的，就到这里的话，就基本上90度直切了。我们到下面看一下。哇塞，好壮观啊！这里。这些水汽都飘下来了，像下小雨一样。你看它到这突然就一个陡崖，前面还是小缓坡，到这里虽然就它切割成一个接近90度的一个陡崖。九寨沟的珍珠滩瀑布海拔约2430米，是由冰川沉积跟钙化堆积共同形成的天然瀑布群。这里的水流从钙化滩面倾泻而下，层层叠叠，溅起无数水珠，在阳光下闪烁如珍珠，因而得名珍珠滩瀑布。瀑布宽约270米，高约21米，最高落差处呢能达到40米。是九寨沟最壮观的叠瀑之一，它的形成源自于冰气堆积跟碳酸钙沉积作用。那么滩面不断的钙化加厚，使得水流在不同高度形成多级叠落。滩面上藻类跟苔藓生长旺盛，生物跟矿物的共同作用，造就了独特的生物喀斯特景观。每当风水季节，整个滩面如银链倾泻，声如雷鸣，气势磅礴；而在秋冬季节，钙化纹理清晰可见，展现出另一种静美。哇，这个水飘过来了，像下小雨一样。你看这个，它的高度应该是有接近15到20米了吧，这么高。哇，真的是得天独厚，或者叫什么巧夺天工呀！这栈道修的也好，就从各个角度欣赏这个瀑布，它就是环绕这个瀑布修了一个基本上正方形的一个栈道，呵呵，挺厉害的，不愧是九寨沟呀！就各种水啊，你能看到湖泊，能看到瀑布，能看到溪流，哦。这水在挂在这个悬崖上的时候是雪白的，但是落到水里就变成碧蓝碧绿色了。这地方下雨一样，今天真的是一个感受祖国最美好风光的一天啊！处处皆景。
我被他修了这一条瀑布栈道折服了，真的。那就每个角度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哇！后来了解到九寨沟修这一条栈道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钙化层呢是九寨沟的一个保障，那么走栈道就避免了踩踏滩面，保护珍贵的钙化生态系统。这就是瀑布流出来的一条小河。到这又比较幽深了，四周是高大的树木。这是一座横跨在小河上的桥。前往静海乘车点。静海是下一个游览点，补充一点能量，从上面走下来。下一个景点是静海，距离1公里。先看一下这一座木桥，看远处崇山峻岭，云雾缭绕的。这边。4点20分，天色就有点黑了。全部往中间走，这就是到中心站的。前方到站静海。美优类现在还在静海中心站，静海中心站。哇，这车人只有我一个人下来了，因为通常湖泊或者瀑布都是在车辆的左边，所以基本每下车都要过一个隧道。静海，静海的海拔有2367米，长1155米，宽241米，深31米，还挺深的，是九寨沟第3大湖泊。那么九寨沟第一大的海子，第一大的湖泊，大家还记得是哪个吗？那就是上集的长海。第2大呢，就是前面游览的五花海。上述的2个海子呢，都是典型的冰川堰塞湖，由冰川退却后留下的沉积物堵塞河谷或山谷而形成的。那么静海呢就不太一样了，它是钙化堰塞湖，也就是钙化的沉积物堵塞河道形成的一个海子。因为湖面平静如镜，能够清晰倒映远山森林蓝天而得名镜湖。秋季的时候，这里可以说是摄影师最爱的取景地之一啊，湖畔彩铃倒映，如油画般梦幻。现在9月底了，天黑的挺早的，现在不到5点钟，天色就有点暗了。这个是诺日朗瀑布，
咱们今天快点游览完了，你看最主要的一些景点。这是今天游览的第3条沟树镇沟。因为今天树镇沟的好些景点应该来不及了，没关系，以后还会再来的。这个瀑布比刚才的珍珠滩瀑布垂直落差还要更大。你看诺伊朗瀑布，它上面是一个湖泊的，你看它有这么宽的，而且落差的话也挺高的。海拔2343米，高24.5米，宽320米，是中国最宽的高山钙化瀑布，滔滔流水自诺日朗群海而来。它是一整面的一个墙哦，垂直落差挺大的。观景台距离它有一定距离，如果更近一点的话会更震撼。我们能看到诺伊朗瀑布就是陡崖的一个直立的崖面，那怎么形成的呢？官方是这样介绍的：21万年前呢，诺伊朗南北山体大量崩落，滑落下来的碎石等物质急剧叠加。简单来说，就是山体崩塌，碎石沉积河道，于是呢，形成了一个直立的崖面，这么瀑布就诞生了。中国最宽的瀑布诺伊朗瀑布，诺伊朗瀑布结冰幽蓝澄澈、晶莹剔透，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蓝冰。到时候我也来看一下。诺伊朗瀑布的四季各不一样啊，夏季生命力蓬发，春季的话就，秋季就有点枯水期的感觉，冬季就结冰。不得不说啊，这个诺伊朗瀑布初看不怎么样，但是你细看的话，真的非常震撼。
起初我看介绍说诺日朗瀑布有森林瀑布之称，我还不太了解，直到我把航拍飞起来，看到水流自灌丛中倾泻而出，树和瀑布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树中有瀑，瀑中有树，远远望去就像一台织布机永不停息地纺织着自己的白色纱绸，那一个意象实在太美了。诺日朗瀑布，中国最宽的瀑布，难怪从航拍看非常震撼。关门注意一下，关门注意一下。5点钟左右，树镇沟的第2个景点叫犀牛海。下雨了，下了点小雨。好多人蹲在这里。这就是犀牛海，雨中也别有一番风味，别有一番韵味。犀牛海海拔2301米，长2000米，宽225米，深17米，是九寨沟第2大湖泊。最大的湖泊是长海。那么据说一位病重的得道高僧骑着犀牛来到此处，喝了湖边的神泉后竟不治而愈。春秋时节，一片翠绿，秋高气爽，金黄的倒影倒映在水中，更胜实景。嘿，我读一遍就背出来了。这些景区内的公交车都亮起灯光了哈。我发现每个海子啊，它的蓝的程度都不一样，而且蓝的质感也不一样。像这个蓝的话，非常澄澈、纤尘不染的感觉。倒是有很多枯木，这还有一些太阳能发电。你看，快6点闭园了，这个人也变少了一些。今天差不多能一口气游完九寨沟所有景点。
坐公交车1分钟，又到了下一个树正沟的景点老虎海。是因为形状酷似老虎吗？下了点小雨，颇有这个烟雨江南的那个美感哦。越晚的话，天色越暗的话，它那个蓝的程度就往深蓝的方向、暗蓝的方向去变化了。至少在镜头里是这样的。老虎海，就是个海子，不大，像足球场那么大。其实我倒觉得应该是从树正沟一路往上看的，这样子的话，你那个景点的精彩程度是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递增的。距离下一个海子应该也不远，走走这些木栈道吧，感受这个初秋时分的九寨沟。一片灌木丛里面呢，也藏着那个大大小小的海子。如果我们用航拍来看的话，里面那个绿色的、蓝色的池塘啊，就像是这个绿色镶边的一个蓝宝石一样。因为有绿色的衬托，显得它更加的深蓝。树正瀑布神采飘逸。海拔2295米，高11米，宽62米。往前走，要收山了啊！下了点小雨也不怕。对了哈，对，这样靠着那个。哇，这好深啊！景区的工业警员不断的去催促了，快走快走，末班车就到了，6点钟。没赶上末班车的话呢，就没那么方便了，后面要等半个小时才有一辆接驳车。可以说一路沿着台阶拾级而下，
所以瀑布呢也跟我们一样，也是滔滔像滚着来。即是转经轮，是本地藏民族一种修行宣扬播教佛法的方式。这个藏式的木屋子，这个是树正磨房，传统的智慧，藏族居民他用它来去关门了，来晚了。在高原爬这么多的阶梯，还是挺辛苦的。哦，喘死我了！刚好6点钟回到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啊，而今天真的是跌宕起伏的一天，我的心里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这一次我们没有拍到秋天的九寨沟啊，秋天还要再晚10天左右。我们看一下秋天的九寨沟，冬天的九寨沟。我最想来的是冬天的九寨沟。你看，我也航拍到了这一幕，但是没有白雪覆盖。看一下啊，你看这瀑布都挂冰了。你看这么多景点啊，3个沟，就差树正沟的一个芦苇海跟红景滩没去，在公交车上看到了。这里可以提供行李寄存啊，大的行李箱也可以15块钱一天，如果是那些小的行李的话，5块钱一天。扫码取件。真的木头啊！九寨沟的杉树、松树，换了个房间，一个标间啊，比昨晚住的舒服一点，睡个好觉，空调啊什么都有，洗手间，马桶。你看，就在景区附近啊，85块钱就订到这么一个还不错的房间，觉得挺不错的。要西红柿的，要菌的。刚才打车，我问出租师傅，我说咱们这里的牦牛肉汤火锅哪家店是比较地道的，他就推荐了这家。后来我在这个美食点评网站上，感觉这家也属于是排得上名次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比较不错的一个牦牛火锅店，所以过来体验一下。他家有这个菌菇的，也有西红柿的，但是西红柿的是卖的最好的。我一路走过来，经过很多餐厅啊，他家属于是生意不错的。牦牛，我天啊，这锅好大呀，怎么吃得完？这牦牛肉好多呀！今天是挺辛苦的，所以犒劳一下自己。还有这个是面，生菜。这个是豆腐乳是吧？这个是豆腐乳。鸡精。这个是花椒面。那个是香油啊。哦，好烫啊！好大一锅。
这里面好多料，这一大锅里面牦牛肉还挺多的，还有这个萝卜、西红柿、玉米，这个你看牦牛骨头，还有大葱，还有一些莴笋，哇，这么多，哪里吃得完？这牦牛特别好吃，很新鲜，这个肉吃起来感觉很新鲜，而且这个配料调的也好，太爽了。太好吃了，大口吃肉，而且是牦牛肉，真的爽。在北方念书的时候，我有时候吃面，我就就着这个大葱吃面。果然这个西红柿汤锅不错，来点萝卜，好多肉啊，真的特别实在，都是。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材实料的，因为我们家是回族，我们有信仰，会就是我们的菜呀、品质呀都很比较干净的，不会说乱给游客乱弄啊什么东西的不会，所以我们口碑在当地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是卖相不怎么好看，卖相也好看，我们的用料都是非常扎实的，因为我们的肉，我们家亲戚有一个草场是专门养肉牦牛的地方，然后我们是在源头拿的肉就比较便宜。这面都没吃啊，光吃牦牛肉都吃饱了。这个牛肉的分量是真的多呀，我吃撑了，都吃完了，还剩一点莴笋、萝卜，还有西红柿，吃了这一撑没吃，这几个月，这个没吃，就不浪费它的了，它这样还可以重新利用。吃到最后，基本只剩我了。这家是真的不错，西红柿牦牛肉汤锅。这里有很多餐厅，川菜的、藏餐的、牦牛火锅的等等哦。你看，这个水太湍急了。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也恭喜你又拥有了一个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下集影片我们将游览黄龙风景区，如果你喜欢观看中国的自然风光，那么一定不要错过下集影片了。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